6月13日的大皇宫披曼拉泰殿，檀香混着烛火的气息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斯蕊范公主握着一把银尺书，站在姐姐帕查拉的灵柩前，按照泰国王室传了几百年的古礼，轻轻向上梳一次，向下梳一次，再向上梳一次。3梳礼毕，她当着所有王室成员的面，把梳子狠狠折断，稳稳放在侍者托着的金盘里。那一声清脆的断裂声，比任何哭声都戳人。按照泰国皇家葬礼的规矩，这最后一次梳发是替逝者整理尘世最后一次仪容。梳子当场折断，寓意从此斩断尘缘，俗世的美貌、牵挂、牵绊全都放下，安然往生。去年失利吉王太后葬礼上，太王也曾为先母行过同款梳发礼，而这一次是妹妹送姐姐最后一程。这把梳子不是普通器物，是王室造办处专门打造的纯银莲花梳，梳齿打磨的圆润光滑，梳背刻着9层莲纹，是只有嫡系王室成员治丧时才能使用的礼器。按照历代惯例，行梳发礼的人必须是逝者最亲近的直系血亲。太王指定斯蕊范来完成这个仪式，既是遵循古礼，也是成全斯蕊范公主的最后一点心意。遵照太王的旨意，斯蕊范先是献上玉质丝绸长袍附在灵柩上，再完成这整套梳发仪式。向上梳是敬，敬姐姐一生端方，勤恳奉公；向下梳是安，愿姐姐卸下重担，肉身归宁。最后再向上梳，是这人世间最后的道别。整套动作他做的标准又克制，可只有离得近的侍从能看见，他眼眶里的泪一直在打转。仪式结束后，折断的梳子被永远封存，再也不会被任何人使用。就像这对姐妹的缘分，到这里就走到了终点站。很多人看完这一幕都在问，帕公主是嫡长女，身份尊贵，为什么最后梳发的是斯蕊范，而不是王后或者其他长辈？答案说出来既心酸又温暖。在这个偌大的王宫里，真正和帕公主掏心掏肺、姐妹情深的，就是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斯蕊范。说起这对姐妹的缘分，简直像命运开的一个玩笑。她们一个是原配送沙瓦丽王妃生的嫡长女，背后站着顶级豪门玉坤家族，从出生起就按接班人的标准培养；另一个是被废的二王妃于瓦达的女儿，母亲带着4个哥哥流亡海外，她因为高僧一句护国神兽的预言，11岁才被单独接回王宫，说是公主，实则像个寄人篱下的外人。暗宫斗戏的剧本，这俩人本该是对立面，可偏偏帕公主是第一个向他伸出手的人。11岁的斯蕊范刚回宫的时候，整个人怯生生的，陌生的宫殿，森严的规矩，见不到妈妈，也没有亲哥哥在身边。原配宋妃虽然按太王的意思收养了他，可终归隔着一层，客气有余，亲近不足。偌大的深宫，人人都有自己的立场，没人真的把这个没靠山的二公主放在心上。是帕公主把她护在了自己身后。帕公主比斯蕊范大将近10岁，那时候已经是个沉稳懂事的少女了。她教妹妹宫廷礼仪，告诉她哪些人要提防，哪些规矩不能破。出席公务的时候，她特意把妹妹带在身边，替她挡下那些试探的目光和刁难的提问。私下里，她会带着斯蕊范偷偷溜出王宫吃甜品，会陪她玩当时流行的宝可梦 GO， 会在她受委屈的时候站出来替她说话。斯蕊范后来在悼念信里写的那些细节，每一件都戳人。他说起一家人去意大利旅行，父王开车，姐姐在副驾导航，他窝在后座抱着零食一路吃，什么都不用操心。他说起出席皇家仪式的时候，姐姐站在前面，他躲在后面，俩人偷偷拿父王的严肃表情开玩笑，那种快乐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他说起自己想做时尚品牌，满朝文武都觉得公主不务正业，丢王室的脸，是姐姐站出来力挺她，还亲自去她的品牌发布会站台，帮她拉人脉、拓资源。在那个处处讲等级、讲出身、讲利益的深宫里，帕公主从来没有因为斯蕊范的母亲被废，出身尴尬就轻视她，反而因为心疼妹妹小小年纪就和母亲分离，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疼。以前大家只看到帕公主雷厉风行的铁娘子一面，是法学博士，是外交官，是手握军权的女上将。
可在思蕊范眼里，姐姐就是个操心的大家长，什么都替她安排好，什么都替她挡在前面。所以这些年，思蕊范才能活得那么潇洒自在，搞时尚品牌，混国际时尚圈，打马球，管皇家马术队，活得像个无忧无虑的闲散公主。外界都夸她通透、佛系、不争不抢，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她负重前行罢了。因为有怕公主在前面扛着所有的压力，处理着所有复杂的王室事务，思蕊范才有资格躲在姐姐身后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这份姐妹情，在权力交织的王室里，纯粹的像个奇迹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替她遮风挡雨的姐姐，说走就走了。6月11日，怕公主离世的消息官宣后，思蕊范是第一个公开发文悼念的王室高级成员。第一条很简短，只有一句话：帕查拉吉蒂亚帕长公主殿下，永远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。没过几天，他又发了一封长长的亲笔悼文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全是藏在心底的私人回忆。开头第一句就是姐姐，我好想你。他写，直到现在，我依旧不敢点开我们未曾聊完的对话框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满是孤单落寞。我总会想起从前，我们并肩闲谈，分享生活点滴，倾诉心事的时光。你一直是我前行的底气，是我人生的榜样与力量。你就像我身后的清风，始终托举着我，指引我一路向前。他写，我会好好打理王室马术队，延续你未完成的心愿。我也会努力精进自我，绝不辜负你的期许。姐姐，你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与心底，永不消散。那句没聊完的对话框不敢点开，不知道看哭了多少人。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在生离死别面前，那种无助和不舍都是一样的。那个对话框就像一个封印，留着不打开，就好像那个人还在，还会在下一秒回复你的消息。其实从帕公主2022年病倒到现在3年半的时间，1286天，思蕊范早就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。这几年，她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探望，陪着昏迷的姐姐说说话，打理姐姐留下的各项事务。所有人都以为她早就消化了悲伤，可真正永别的那一刻，还是把她击垮了。迎灵那天，她坐在车里，强撑着体面，没让镜头拍到她掉眼泪。可到了第一场功德仪式上，她终于绷不住了。摄影师抓拍到一个瞬间，她低着头，悄悄拿出纸巾擦拭眼角的泪水，肩膀微微发颤，努力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失态。平日里的思蕊范永远是自信从容、气场十足的样子，出席时尚活动，参加马术比赛，走到哪儿都是焦点，很少在公众面前流露脆弱。这一次当众落泪，足以看出失去长姐对她来说是天塌了一样的打击。坐在她旁边的提邦宫王子察觉到姐姐在哭，默默递过去一张纸巾。这个从小被姐姐们护着的小王子，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，学着照顾身边的人。可思蕊范没有接，轻轻推开了。不是姐弟俩有隔阂，是那一刻的悲伤太重了，重到任何安慰都碰不得，一碰就会彻底崩溃。她只能自己咬着牙，把眼泪咽回去，因为她心里清楚，姐姐走了，以后她就不再是可以躲在人后的小妹妹了。她要成为姐姐，成为提邦宫的依靠，撑起姐姐没走完的路。帕公主这一走，改变的不只是思蕊范的生活，更是整个泰国王室的权力格局。泰王一生有7个孩子，可如今留在身边，保有完整王室头衔的，只剩思蕊范和提邦公2个人。其余4个儿子，1996年跟着母亲于娃达一起被剥夺头衔，驱逐海外，20多年来只能在美国生活，数次想回国夺权，都被泰王强硬压了回去。以前帕公主在的时候，这个局稳得很。她是嫡长女，有玉坤家族撑腰，自身能力又强，手握军政人脉，民间声望还高，是整个王室最稳固的定海神针。对内，她手把手带着提邦公长大，替弟弟铺路兜底；对外，她压着海外的4个哥哥，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可以说，只要帕公主在，泰国王室的天就塌不下来。可现在，这根顶梁柱倒了，
帕公主病倒的这几年，海外的4个王子就开始蠢蠢欲动。二王子冲在最前面，打着回国祭祖的旗号，频繁往返美泰，跑遍泰国北部几十座寺庙布施捐钱，还去偏远山区捐建小学，给贫困家庭发物资，刻意打造亲民爱民的人设，疯狂拉拢底层民众的好感。三王子顶着医学博士的头衔，主动去曼谷公立医院坐诊义诊，还牵头搞了好几个免费医疗项目，靠专业人设刷足了路人缘。大王子则在美国远程造势，频频接受外媒采访，大打亲情牌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自己只想回家看看父亲，祭拜祖先，把自己塑造成被父亲无情驱逐的受害者，试图用舆论倒逼泰王松口。4个人分工明确，步步为营，摆明了就是想趁着帕公主昏迷，提帮公年幼，重新挤回王室权力中心。从2023年开始，兄弟4个先后找借口返回泰国，又是做慈善，又是出席活动，摆出一副认祖归宗的架势，想趁着帕公主昏迷，提帮公年幼，重新挤进权力核心。二阿哥冲在最前面，甚至不惜和妻子离婚，摆出一副要扎根泰国的样子。连阔别泰国20多年的于瓦达也悄悄回了一次曼谷，试探泰王的态度。一时间，外界都在猜泰王是不是心软了，要原谅这4个儿子了。可事实证明，大家还是低估了泰王的决心。2025年中旬，在泰国住了很久的二阿哥，直接被泰王下令再次驱逐出境。大阿哥当场破防，在社交平台发长文吐槽父亲无情，还爆料说2003年泰王其实找过他们，想接兄弟4个回宫，可他们坚持要带着母亲一起回去，被泰王拒绝了，从此就再也没了下文。说白了，泰王从来就没打算让这4个儿子回来，尤其是帕公主虽然昏迷但还在的时候，他根本不需要考虑备选方案。可如今帕公主真的走了，提帮公还年轻，经验不足，根基不稳，泰王必须提前为小儿子铺好路。这条路他选的就是思蕊饭。其实这几年的变化早就有迹可循，从2023年开始，思蕊饭出席正式公务的次数明显变多了。2024年底，泰王直接下旨晋升他为上将，帕公主留下的皇家马术队不少慈善项目也陆续交到了思蕊饭手里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泰王这是在复制当年老国王普密蓬的布局，一个主君，一个辅政王。当年马哈是王储，性格张扬，争议不断，普密蓬就悉心培养诗灵通公主，封她为女王储，让她深耕民生，积累民心，成为哥哥最稳的后盾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泰王能稳稳坐在王位上，离不开诗灵通公主在背后帮他稳住民心，打理事务。现在轮到他自己做父亲了，他打的也是一样的算盘。提帮公是唯一的儿子，是法定的王储继承人。思蕊饭作为姐姐，沉稳有分寸，民间口碑好，将来就是提帮公的摄政王。姐弟俩联手，才能稳住王室的局面。很多人觉得思蕊饭运气好，本来只是个边缘公主，突然就被推到了权力中心，捡了个大便宜。可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她能被泰王选中，靠的不只是运气，更是她这么多年的分寸感。从小在王室夹缝里长大，她早就看透了深宫的生存法则。她不争不抢，不碰核心权力，专心做自己的时尚和马术，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又不显眼的位置。她不像帕公主那样锋芒毕露，也不像海外4个哥哥那样野心勃勃。她温和、通透、懂进退，这样的人在权力交替的时候，反而最能被各方接受。而且她和提帮公的感情一直很好。当年希拉米王妃还在宫里的时候，对思蕊饭就很照顾。2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，姐弟情深，没有利益纠葛。比起让4个有野心、有自己势力的哥哥回来，显然是让亲姐姐辅佐弟弟，更让泰王放心。就连后宫的苏提达王后和施妮娜贵妃，现在也都主动和思蕊饭走得近。以前苏提达和帕公主交情最好，2人年纪相仿，脾性相投。帕公主走后，苏提达明显开始拉拢思蕊饭，葬礼上频频和他对视，离场的时候还特意停下等他，2人挽着胳膊走，姿态十分亲密。
毕竟所有人都清楚，未来王室的格局就是这姐弟俩说了算。常年在德国照顾提邦宫的施妮娜，态度也转变得十分明显。她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自己没有王后的名分，提邦宫根基又浅，未来要想坐稳王储的位置，绝对离不开这位二姐的扶持。后宫两位最有分量的女人，不约而同地向思蕊范靠拢，也从侧面印证了她如今在王室里不可替代的地位。说到底，太王这也是父母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他已经73岁了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必须在自己还能做主的时候，给小儿子安排好最稳妥的路。怕公主本来是最好的人选，可天不遂人愿，他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把思蕊范推到前面，替提邦宫挡风遮雨。只是这一切，对思蕊范来说，到底是幸运还是无奈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如果可以选，她大概率宁愿永远做那个躲在姐姐身后的小妹妹，不用管什么权力斗争，不用扛什么王室责任，安心搞自己的时尚品牌，打自己的马球，闲了和姐姐聊聊天，逛逛街。她从来没想过要抢什么位置，也从来没想要姐姐留下的遗产。可命运不会问你想不想要，怕公主一走，风停了，她就必须自己站成那阵风，拖着弟弟往前走。就像他在悼念信里写的那样，我会带着你给我的力量，一直走下去。这不是什么胜利的宣言，而是一个妹妹对姐姐最郑重的承诺。以前总说最是无情帝王家，可怕公主和思蕊范这对姐妹，偏偏在权力的绞肉机里，长出了最纯粹的亲情。一个用半生时间护着妹妹无忧无虑长大，一个在姐姐走后接过她的担子，守着弟弟撑起大局。她们来自不同的母亲，站在不同的阵营，却处成了比很多亲姐妹还要亲的家人。那把折断的银书，断的是尘世的缘分，断不了血脉里的牵挂。从此以后，大皇宫里再也没有姐妹俩偷偷说笑的身影，再也没有人替思蕊范挡下风雨。可姐姐留下的温柔与力量，会一直陪着她。往后的路，她要替姐姐，也替自己，好好走下去。